与尼古拉斯·达尔瓦斯的采访，1974，世界上唯一的一次尼古拉斯·达尔瓦斯采访。您好，尼克，很高兴能亲自见到您，感谢您同意接受这次采访，欢迎，请随意。谢谢邀请，很高兴来这里讨论股票和股市。尼克，您介意我们直接进入股市话题吗？我迫不及待地想向您请教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多年了。当然可以，这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好，在您在20世纪50年代末取得惊人成功并出版了《我如何在股市赚到200万美元》之后，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那段时间非常精彩，我从拥有的所有2.5万美元变成了数百万富翁，时间很短。但让我惊讶的是，我在1959年引起了《时代周刊》的关注。我从未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对一个独立的股票交易员感兴趣。然后我的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第一年卖出了40多万册。到1960年，我比自己梦想的还要富有，但我的生活并没有改变。我继续跳舞和投资。由于财务上的成功，我能够在全球购买更多的房产，对此我很感激。作为一个人，这并没有改变我一丝一毫。很高兴听到这些，尼克，我也有同感。您看起来非常真诚，脚踏实地。您认为这种态度帮助您在股市上取得了成功吗？也许吧，这不是我能评判的。我从不因损失而过于沮丧。如果我几个月不在市场上，这也不会困扰我，因为我的系统决定了我何时退出盈利股票。所以我从不因这些赢家而焦虑或兴奋。回头看，我觉得自己能从2.5万美元变成200多万美元，这种冷静确实非同寻常。这就是我。20世纪50年代末取得巨大成功后，我从股市中提取了一部分利润并投资于房地产。我觉得如果没有看到实际的成果，那样的巨大成功毫无意义。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参与一场游戏。如果我遵循规则，我就会赚钱；如果我破坏规则，我就会亏钱。我的挑战是遵守规则。所以您承认在股市中仍然会犯错误？当然会，即使是自己的超强盈利方法，有时候也很难不去走捷径。有时我会动摇，破坏规则，亏钱。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常见了。当交易者发现您是尼古拉斯·达尔瓦斯时，您总是被问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？这很简单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能借我点钱吗？真的吗？不，开玩笑的。最常被问到的2个问题是：市场发生了变化吗？您能教我如何交易吗？好的，尼克，您能回答这2个问题吗？当然。首先，市场发生了变化吗？简短的回答是没有。市场只是人类情绪的反应。人们真的需要把这个观念记在脑海里。这不是关于逻辑、公司业绩或数学，而是情绪。当情绪与逻辑碰撞时，情绪总是会占上风。20世纪50年代，我用来赚钱的方法与利弗莫尔和巴鲁克在我之前使用的方法一样。我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交易。我确信在2000年，这个方法仍然有效。关键在于最大化地利用情绪的大波动。大钱是从这些波动中赚来的。这很疯狂，但我们都是人。不过，虽然方法保持成功，但交易这些方法的机制确实会改变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易者采用一种进入和退出这些股票的方法，场内交易员会看到容易的猎物并剥削大众。我在20世纪50年代牛市中的进入方式与现在70年代的方式略有不同。你只需看看什么不起作用，然后使用起作用的方法。总结一下，主要理论始终保持真实，并且将永远如此。交易这种理论的机制会时不时改变。第2个问题，您会教我如何交易吗？首先，不，
我不是教师，我从未打算教人们如何在股市上成功交易。但在我的3本书中，你已经拥有了使用我方法所需的一切。这基本上就是使用我方法所需的一切。当然，真正理解如何以我的方式进行交易需要时间和努力，但一切都在那里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尼克。您的书中有些漏洞，我非常想问您，可以吗？好的，请问吧。您说您从不在熊市中交易，您只在市场有最大的获胜机会时交易，那就是牛市。您如何判断当前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？哦，这真的很复杂。其实不然，我只需查看过去6个月的周平均图表，如果总体上在下降，那就是熊市；如果在横盘或上升，我就会寻找我的股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这样，哈哈，真是不可思议。那些分析师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各种经济报告、趋势预测等，而您只需看周图表，他们不应该也这样做吗？可能吧，我也觉得市场的运作方式很搞笑。嘿，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工作。如果这意味着研究报告和写预测，那对他们来说很好。你会发现最简单的方法效果最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未真正研究过复杂的技术分析，它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您说的复杂的技术分析是什么意思，尼克？对我来说，我的方法必须有意义。我必须能够向我的伙伴解释，他对股票一无所知，他必须理解为什么它有效。简而言之，他必须有很多常识。我的方法只是寻找最受欢迎的股票，在最好的行业中，并且市场没有下跌，我会尽可能地骑乘它们，并在结束时退出。这很有道理，对吗？但是如果你问很多交易员解释他们的方法，他们马上会提到艾略特波浪、斐波那契数列、周期等。我的疑问总是为什么股票会因为这个而上涨？我总是得到一张茫然的脸。他们对这些股票没有有效的交易理由。大多数复杂的技术分析就是这样，理论上很好，但缺乏常识。交易者最好把时间花在管理自己和管理他们的钱上，而不是试图找到市场的新秘密。说到时间，您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管理您的交易账户？我每天都会宗教般地阅读巴伦周刊，不是阅读，而是浏览一遍。通过这个，我可以看到整体市场的趋势，市场中的领先行业和领先股票。这是我需要知道的全部内容。这大约需要10分钟。如果我在市场中，我会查看我个人股票的报价，看是否需要调整止损订单。如果需要，我会电报给我的经纪人新的订单。这大约需要另外10分钟。这就是全部。所以您平均每天用20分钟管理您的数百万美元投资组合。大多数共同基金和一些私人投资者会对此感到震惊。您能解释为什么他们每天花8小时以上管理他们的投资组合吗？这基本上回到人类心理。管理许多100万美元的共同基金没有灵活性去跳进和跳出大多数动量股票，这是大多数个人交易者相对于大共同基金的最大优势。你还要了解管理共同基金股票背后的过程。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到一只股票在上涨然后买入，他们必须经过一整套过程和与管理层、股东、分析师的会议。这意味着买入一只股票可能需要几周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股票可能已经上涨了10%、15%、20%以上，这使他们处于巨大的劣势。我并不完全反对共同基金，只是相信一个好的个人交易者可以轻松地超越共同基金，省掉5%的管理费。他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所以回答问题，答案是每天大约5到10分钟。我认为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对您的交易账户有害。尼克，回顾您的书《我如何在股市赚到200万美元》，
很明显，您在交易生涯初期承担了一些巨大的风险。我指的是某一阶段，您用50%的保证金进行交易，如果出错了，可以说您现在不会处于这个位置。有些人可能会说您是个投机者，股市运气好。您如何回应这些批评？批评？您指的是我在 E.L. Bruce 的交易吗？我能说什么？也许事后看来，这确实有点赌博的性质，但它确实带来了29.5万美元的收益。当时一切看起来都很对，市场强劲，那只股票的价格和成交量走势非常好。我在这次交易之前，刚刚在 Lorillard 和 Diners Club 上赚了大笔利润。我想，如果我设置一个紧密的初始止损，我只会损失这些利润的一小部分。真正的赌徒是那些买入并希望的投资者。当然，我进行大额交易，但只有当所有正确的元素都结合在一起时，我可以轻松几个月不进行交易。我甚至有2年没有进行交易。我不需要在股市上随便交易任何股票而亏钱。如果不是一个明显的好交易，我就会忽略它，并且当我错了时，我会以小损失退出。我从不让我的损失失控。这怎么会是赌博或鲁莽？您会把自己归类为交易员还是投资者？您告诉我什么是交易员或投资者的定义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。按照我的定义，我只是一个投资者。我寻找新兴行业，这些行业中的最强、最有利可图的股票。我会等待大玩家发现这一点，然后我会跳进去。新兴行业，所以不是最强的行业，而是新兴行业。为什么？想想看，我的方法无非是常识。新兴行业是期望所在，它是新的，人们总是对新兴行业更乐观、更兴奋，这是炒作所在。大多数股票的交易不是基于他们已经做了什么，而是基于人们认为他们在未来会做什么。一个新行业有新资金、新想法、新希望。这次不同了，对我来说，不是投资在无线电、汽车、电视上，他们都有过辉煌的运行，那是旧新闻。我只是想跟上时尚。每个股市周期都是由一个新行业引领的。那么研究公司的收益、收入、产品呢？跟踪内部人员的买卖呢？如果您读我的书，我说过，我总是想交易那些有良好过去收益记录的股票。至于研究基本面，这就是我关心的全部，并不是说一只股票有良好的过去收益记录就能帮助未来的上涨。但大多数共同基金会追随这些股票。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只股票的潜力或兴奋点。如果它是一个新兴行业，有良好的过去收益记录，并且价格和成交量上涨正确，它就是我的股票。至于内部人员，我不关心他们的交易。您会发现内部人员和普通交易者一样容易犯错。我可以通过查看股票的成交量和价格走势了解一切。您可以在交易中做得太多，通常这会妨碍而不是帮助您的交易结果。您在最新的书中提到，您仍然可以在股市上赚到钱中提到，在您之前的书《我如何在股市赚到200万美元》成功后，您的进入方法有所改变。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？当然，在我之前的书卖出50多万册后，我想突然之间有大约100万投资者都在关注同类股票，并寻找同样的进入信号。这一定是给地板交易员的一个红旗，他们靠操纵大众的止损价格为生。您可以想象，同类股票订单成千上万，意味着短期内大规模的操纵。我的先前突破方法不再有效，我总是被上下洗盘。当一个方法不再有效时，改变它。所以我只是开始在突破之后买入股票，这起作用了。没有什么太难的，我只需等待稍长的时间进行进入，一切其他都保持不变。您是说您的原始方法不再有效了吗？您后悔出版您的书吗？不，两者都不后悔。
方法永远不会停止工作。您不妨问股市是否停止运作。我的方法就是股市的运作方式。如果它停止工作，市场就不再存在。但是进出场的机制确实会随时间而改变。随着大众涌向一种进场方法，它会被地板交易员利用并停止工作。只需寻找您的进出场规则中的小变化。您必须记住，大多数公众都希望被喂给赢家，他们不想思考进出场。使用一种方法直到它不再起作用。当它停止时，问问自己，我如何让这种方法再次起作用，然后使用它。您每隔几年就需要进行小的调整。所以尼克，您现在和20世纪50年代末一样成功吗？是的，市场并不总是如此慷慨。我们现在似乎经历熊市的频率与牛市一样频繁，但我只是退出熊市，并在牛市中交易我喜欢的股票。市场中永远会有达尔瓦斯股票，永远。顺便说一句，达尔瓦斯股票是领先的高价活跃股票，能在不到6个月内上涨100%。好，您抓住我了。我正要问您这个问题，您在熊市中做空吗？不，我只是退出熊市并观察。我不做空，不做短线交易，也不玩低价股。我只是拒绝亏钱，除非是在追求达尔瓦斯股票。简而言之，您的方法是等待一个牛市周期，查看领先行业，在这些行业中查看领先股票，跟踪这些领先股票，看是否提供了一个进入信号。简而言之，是的，我必须同意这一点。尼克，当您似乎在股市上轻松赚到财富时，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能做到呢？您让它看起来如此轻松，而我认为99%的投资者在亏钱。好吧，仅仅因为我在股市上赚钱，不要以为对我来说很容易。我也容易犯错，即使在这个晚期阶段，我偶尔会偏离我的方法，追逐一些小道消息而亏钱。我们都是人，容易犯错。不要忘了，我也经历了从1953年到1958年的5年学习期，这期间我损失了大量资本，才找到了有效的方法，并幸运地在1958至1960年的牛市中找到了时机。我每年收到数百封投资者的信件，我可以看到失败的规律。原因是他们不专注于一种方法，他们在小道消息、建议和低价股票上赌博，他们缺乏坚持一种方法并等待最佳机会的纪律。贪婪，他们没有学习良好交易的基本知识。资金不足，他们没有投入时间和精力真正了解市场和股票的运作方式。好的，尼克，谢谢您的谈话。您还在投资吗？谢谢。是的，当然。我每天花大约10分钟扫描市场并管理我的交易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我怀疑我是否会停止。每周我都会感到兴奋，认为可能会有另一只达尔瓦斯股票即将发射，这让我和20世纪50年代一样兴奋。谢谢。